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说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被侵权了。为什么现在我说这句话感觉好像还是在笑着说呢？其实上不是啊，就是讲真，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是极为愤怒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情况。情况是这样的，2022年6月29日和30日呢，我就在微博上发布了2条关于购房的普法视频，上面的话清楚着打着独家的水印，同时在发布视频以前呢，我是明确表明严禁转载的。在这期视频里呢，我和我们团队的张勇律师以及前银行支行的行长胡吉斯老师一起呢，就对预防买房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和金融风险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商品房退定金，然后呢，就在昨天张律师的一名朋友就突然发了这个账号过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被他们侵权了。是的，这个叫做退房无忧的账号不仅直接搬运了我们的视频片段，还将这3个片段直接置顶，帮他们承揽生意，并且呢，大家看到没有封面还是直接把我们3个人的肖像当做了封面。瞧他们正在做的好像也是帮人维权的生意，但先做的却是直接侵我们的权。说实话，在看到我们的视频被这样搬运的时候，当时我真的是肺都要气炸了。你不仅侵权还侵权到律师的头上，你侵权侵到律师的头上，还侵到我老法的头上，真是审可忍孰不可忍。当时我第一反应是直接开稿起诉，让他们知道欺负律师的下场。但很快作为一名比较特殊的当事人，我感到了为难，因为说实话我挺贵的我的律师费说来不怕大家笑我自己都请不起我自己。不装了，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放在这个小小的案子上呢，似乎有一点太不划算了。可我就这么投诉一下就算了吗？这种感觉不就是有人扇了你一耳光，然后你去告老师，老师对对方说下次不要了哦，你们就走吧这不就是鼓励对方下次一定吗？就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刻团队的一位小伙伴就提醒了我说，法山，连你都被侵权了，想必被侵权的创作者也挺多的，要不你就做个视频教教大家到底该怎么样起诉维权吧。听到小伙伴的这个建议我一下子觉得对干脆我就做一期手把手的教学，教大家在面对这种照搬照抄后该如何维权的视频吧。是的，我想每一个 UP 主每一个作者都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是起诉吧，维权成本太高；不起诉吧，侵权者又激起了我的精神内耗。所以呢，本期视频我就决定做教学，就是手把手教你用成本最低的方式来起诉，让法律去惩罚那些该受惩罚的人。说到这儿，我必须提一嘴大家知道的，我不仅是律师，还是正在筹建的上海德恩汉通成都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没想到吧？你不仅侵了一个律师的权，还侵了一个律所主任的权，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而我必须要说我的小老弟还是很多的，比如我们团队专门负责知识产权的何周立律师听到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以后，他就很不忿了，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恶气。对于这样的律师朋友们，日后该不该重用，你们说了算。好，玩笑归玩笑，言归正传。来，今天呢，就由我和何律师手把手教大家打官司，告诉大家怎么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注意，本视频后我会把相应的起诉状、证据目录、模板等都发出来，免费供大家使用。建议大家收藏留存，并通过一键3连呢，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每多一个创作者看到，这世间正义便就又多了一分。来，朋友们，先刷一波恶有恶报。我们先要说当你意识到自己被侵权时，你首先要做的是举证，一是确定权利证据，二是确定侵权证据。其中侵权证据呢，一定要及时的取证。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而这种网络侵权纠纷对方要消灭证据很简单他直接点击删除即可。而如果在此前你没有及时的固定证据的话，后续就很难维权。取证方式呢，一般有2种，一种呢就是到公证处公证，你去找一家公证处和公证员一起公证取证。这种方式呢，就是公证费是很贵的，多的话几千块钱就给了。这笔费用呢，前期是要我们先行垫付的。如果是遇到公证处下班或者公证员时间排不开，就有可能错失取证的黄金时间，导致呢证据被删除了。就于本视频我们做的是成本最低的维权教学呢，这里我们采用的是法院同样认可但成本更低的可信时间拖取证方式。因为公证费呢，我们后期是可以主张由对方来进行承担的，但由于本案呢，我们直接采用可信时间拖的方式，所以这部分的费用就少了一点。所以朋友们，来先替这家侵权公司刷一波，谢谢你。
什么是可信时间戳取证呢？它是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提供的一种法院普遍认可的电子取证方式。不论是互联网上的侵权内容，或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纠纷啊，你都可以使用它来及时的取证。取证后呢，会立即获得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凭借证据呢与证书即可维权或申请诉讼。因为本次呢，我要对快手 APP 上的侵权视频来进行取证啊，所以我用的就是移动端的取证 APP， 叫做权利卫士。这个时间戳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保证及时性啊，不用等公证员的时间。至于法律效力呢，时间戳的法律效力法院是认可的，反正呢我们团队律师都在用，大家也可以在裁判文书网上用时间戳、权利卫士等做关键词来确定一下，就可以看到了相关的裁判文书。我这次取证呢，共花费人民币240元啊，相较于动辄几千元的公证费呢，是便宜了不少。所以总的来说啊，它是一种在确保司法认可的前提下，成本更低也更及时的取证方式。因为取证环节很重要啊，下面我就用权利卫士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取证，大家跟我来。首先打开权利卫士 APP， 然后点击录屏取证，根据需要呢，可以填入相应的证据名称，方便以后查找归档。不点也可以啊，注意在取证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关闭 WiFi、VPN 等，使用移动流量取证，因为权利卫士呢会验证你当前取证的网络环境是否安全。接着，因为侵犯我权利的账号所在的平台是快手，我们就在手机应用程序验证页面勾选快手，然后点击立即验证。验证通过后呢，如果是使用苹果手机，就可以打开 App Store 搜索快手，点击快手，浏览一下快手 APP 详情界面，看一下版本号和开发者，然后呢就点击打开，就会跳入到快手 APP 中。然后在搜索框内搜索侵权账号，点击用户，找到侵权账号后呢，就打开主页。这个时候呢，可以慢慢浏览一下账号的粉丝量、点赞量、ID 号、用户名、实名信息、账号简介，点击一下联系方式等等。然后呢，再点击作品，慢慢滑动，找到被搬运的视频。我靠，真的，不仅用了我的视频，还把我的视频给置顶了，还帮别人维权了，要点脸吧？接着我们点开第一个视频，浏览一下点赞量、评论、发布日期和视频介绍。之后呢，我们就慢慢的等视频播放结束。如果视频太长呢，可以做些微的推动以加快进度。播放完以后呢，就返回作品列表，我们重复操作，把其余的视频播放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可以浏览一下其他快手用户发布的视频，查看一下评论，进一步证明取证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之后呢，点击一下我查看一下设置，点击关于我们，看一下快手 APP 的版本号和营业执照是不是和 App Store 当中的信息一致，然后呢就可以返回权利卫士 APP， 点击结束录制，固化证据就可以了。在固定完侵权证据后呢，我们就可以先缓一口气，不用担心侵权者删除证据了。接着我们要举证，证明权利证据。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第7条，我除了要证明2部作品真实存在以外，还要证明2部作品的著作权人是我。因为我在22年6月发布的2部作品呢，都打上了法善书的水印，所以呢，只需证明法善书是我就行了。这个很简单现在微博都是实名制，打开相关的实名信息即可。因为相关的证据呢由我们自己控制，所以做好相应的截图和录屏即可，真实性呢可以当庭进行验证。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发布之前对你的作品在时间戳官网的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申请可信时间戳认证。另外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额，大家可以根据客观情况提供一下权利作品的知名度很高、被告侵权情节很恶劣的证据。知名度越高影响力越大，法院呢便越有可能要求对方赔偿更高的金额。这个证据呢也可以用可信时间戳来取证。所以现在朋友们请在弹幕里告诉我知名度高不高，影响力大不大。注意本视频的每一条弹幕都可能会被法官看到，进而影响法官的心证，所以呢朋友们请据实发言。好，在权利证据和侵权证据准备好之后我们就要进入第2个环节，准备起诉状了。我们先打开模板，填好原告信息。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问被告是谁被告就是那个你希望他承担法律责任的人。答案是谁呢？说实话，一开始我还挺头大的，因为虽然我简单一搜便搜到被告可能是这家无锡的公司，可因为抖音上并没有实体公司认证，我可能得先通过给抖音发律师函或起诉拿到有关信息，确定这个账号就是无锡这家公司设立的，脑壳很痛。
但万万没想到，论合规还是快手做得好。他们一是在快手上发了同样的侵权视频，二是快手官方呢对该账号的身份进行了认证，所以呢我便可以省去这些环节，直接对这家无锡的公司进行起诉。无锡退房无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啊，这家公司的名字大家请记住，以后看到请绕着走。我们先打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啊，搜索这家公司的名字，将法定代表人信息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等信息填入到民事起诉状被告信息栏中。然后呢，为了让法院联系到被告啊，还建议大家查询一下被告的联系电话，一般呢可以从被告的企业年报、官网、自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等找到。填好了原被告信息以后呢，就来到了案由的部分。因为我认为啊，这2条视频啊，系我就是原告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属于视听作品的范畴。被告的行为呢，侵犯了我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本案的案由呢，就是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如果大家认为自己的视频不够有独创性，仅构成了录音录像制品，那么案由呢，就是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诉讼请求部分就是写明你主张的部分，比如说你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要求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损失如何定呢？一般会按照被告获利、原告损失等，如果不好确认的呢，就一般会按照法定赔偿原则，由法院呢根据被告的侵权情节进行酌定。那什么叫做合理开支呢？就是原告为维权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时间戳取证费等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虽然我们合作律师啊是出于善意帮我维权，但基本的律师费必须得保证啊，真爱生命啊，远离白嫖嘛。所以根据本案被告恶意去除水印啊、粉丝量大、置顶等情节呢，我就酌定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万元。朋友们觉得这个费用是高了还是低了呢？啊，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上。对于事实和理由呢，就是阐述一下你的权利是什么，被告干了什么事儿，你为什么要告他，他侵犯了你什么权利，这些呢我们都有模板啊，我就不多做赘述了，大家后续看模板即可。草拟好起诉状以后，第3步就是确定管辖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9条及最高法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啊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的规定呢，本案中原被告所在地以及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啊、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均有权管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由原告选择在哪里起诉了。考虑到诉讼的便利性呢，我们一般选择原告的所在地啊。本案呢，原告所在地就在成都市高新区。我们通过查阅啊，发现高新区法院呢是具有关权限的，故其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然后此致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具状人处签名按手印写上日期，这样呢一份比较标准的起诉状就完成了。我们可以坐等被告从无锡到成都来开庭，如果不来就要承担缺席的法律后果。其实来成都一趟也挺好的，开庭还能吃火锅，对不对？朋友们，先走一波成都欢迎你。第4步啊，我们就要准备材料正式立案了。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原告的主体材料、被告主体信息、证据材料、地址送达确认书等这些材料就是我们要准备的。原告主体材料一般就是指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啊。本案的被告呢是公司，所以我们提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截图就可以了。证据材料中呢，除了我们要搜集的权利证据和侵权证据等之外啊，还要制作一份证据目录。本案呢大概存了3组证据，第一组呢就是权利证据啊，即我们刚才的微博页面录制视频，而第2组呢就是侵权证据，即使用权利卫士对被告快手主页作品录制视频的可信时间戳证据，而第3份呢就是合理开支的证据，即委托代理合同啊、律师费支付凭证、律师费发票、时间戳取证发票以及差旅费发票等等。然后呢，证据一般来源于原告啊，证据内容呢就详细陈述一下录制视频所体现的详细内容。证明目的呢就是描述啊你想要用这份证据来证明什么东西。这个呢后续我们都有模板啊。地址送达确认书在填写的时候呢就一定注意啊所填写信息的准确性，确保法院呢能通过你填写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给自己，不然的话就可能影响自己的诉讼利益，所以呢一定要慎重。那么所有的文件需要准备几份呢？因为被告只有一个啊，所以大家准备3份起诉状啊，1份原告的主体材料，1份被告的主体材料，3份证据材料，1份授权材料，1份地址送达确认书即可。接下来啊就该去正式立案了。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通过现场立案、邮寄立案、网上立案等3种方式来进行立案。今天呢，我们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基于便捷性嘛，如何进行网上立案。
目前网上立案呢，大家可以选择通过当地法院官网以及 APP， 也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微信小程序。因为本案是成都管辖，我们首先选择成都本地法院的官网进行立案。我们找到成都法院电子诉讼平台，点击进入以后呢，如果没有注册的，就需要先进行实名的注册。登录后呢，点击起诉应诉网上立案办理。选择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点击民事一审，将刚刚准备好的民事起诉状原被告主体材料等等扫描后上传到对应的位置即可。没有标星号的部分呢，不是必须上传的事项，就不影响立案。上传完毕后呢，再根据民事起诉状的具体内容在右边填写好，然后呢提交法院立案即可。这里注意一下，因为上传的格式不支持视频，所以大家可以先用关键部分的截图，待正式立案以后呢，再将光盘或者 U 盘提交给法院。另外，可能有的网友会问我听说起诉立案有一个诉讼费，那这个诉讼费一般是多少钱呢？我们以10万元为例案件受理费呢是2300元。如果采取简易的方式审理的话，减半收取就是1150元。具体案件的诉讼请求金额不同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诉讼费计算器，输入相应的金额后就会预估出相应的诉讼费金额。好了，到现在为止，民事诉讼立案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法院如果审查符合起诉要求呢，就会给原告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诉讼费缴纳通知书等文书。大家一定要注意诉讼费缴纳期限、举证期限、开庭时间，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交费、提交证据并准时出庭，否则呢可能会产生视为撤诉甚至是败诉的法律后果。而在完成这些手续以后接着我们就可以和这家无锡的公司法院见了。这么一想，突然觉得自己亏了因为他们搬了我的视频，所以就能在法院上见到我还是很红的好吗？糟糕有种中计的感觉。何律师接下来就拜托你了。后续庭审呢，我们会保持跟进，也希望本期视频能帮助到每一个珍惜自己智力成果的创作者。而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当你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最豪迈也最适合的方式去反抗、去战斗。你不一定要起诉合法的范围内投诉举报都可以，你不能就这么算了。因为咽下这口恶气以后，你会发现你其实上忘不掉，你收获的委屈会告诉你，你骗不了你自己。因为从起诉立案到庭审到最后的法院结果有一段时间，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本案的后续，也想知道侵权者的下场，请一键三连并保持关注。我们下期再见。